如果你現在還認為美國卡這個中國大陸 AI 發展，中國做不了晶片，中國沒有光刻機，然後中國沒有光刻膠，如果你還是處在這個狀況，你真的落伍到應該去撞牆了啦。昇騰晶片950 PR 開始賣到韓國，這件事情是很驚悚的。成熟晶片的這一些，我們講半導體晶片，各位70%都是中國大陸做的了。成熟晶片已經賣到8300多億人民幣。2025年整個銷售的狀況，人家生產晶片已經又便宜又好，賣到全世界。前 Google 的，非常我們都認為是 AI 先知施密特，在今年年初的時候還說啊，中國的 AI 距離美國還有1-2年的距離。結果他前幾天改口說大概剩半年。過去2年哦，美國呢持續加碼這個晶片的出口管制，劍指當然是中國要抑制這個最大競爭對手的科技發展。從輝達的 H100、B200這些晶片呢，到先進設計軟體，還有先進製程的裝備。再擴大到這個涉軍的企業清單，整體的戰略非常清楚，就是希望呢要延緩中國 AI 算力追上美國的這個步伐啦。不過此番的打擊真的有用嗎？反而會不會讓中國的 AI 生態現在走出了自己的一條路線呢？我們來看到中國的科技大廠華為哦，最近也是動作不斷，在今年第4季呢要推出這個進軍韓國 AI 硬體市場的主角，就是這個新一代的算力平台。昇騰950，還有這個 Atlas 950 SuperPad， 要知道這不只是一個產品哦，它是一個 AI 基礎的設施方案。那而且產品力哦，一旦維持中國這個他們的競爭力，就是高 CP 值、高性價比的東西。這一套東西的價格呢，只要輝達系統的1/4而已，25%，你就說甜不甜吧？當然，它的效能啊還要持續有更多的評測跟觀察，但至少這個價格是很有競爭力的。那黃仁勳呢都已經多次表達了，你美國限制晶片不賣給中國這樣的做法，他認為啊長久看來是不健康的，這只會逼出更有競爭力的中國 AI 發展而已。所以呢，當中美世界2強在這個賽道上的競逐，我們知道現在已經進入到2026的下半年了 ，AI 還有很多的潛力持續在往前跑。想請問一下賴老師，你的觀察，中國大陸現在進入到2026下半年乃至未來，現在發展前景是不是越來越看好？我覺得這個趨勢很明確了啊，因為過去好像他們在質疑的，就是說中國大陸的 AI 晶片的發展啊趕不上這個英偉達啊。那他們有幾個理由啊，也有幾個推論。第一個推論就是說你的生產能不足啊，就是說好，你的技術突破了嘛哈，你比 H200還要H20還強了，但是問題就在於你的產能不夠，你的良率不夠，他們一直在強調這一點。可是你想想看，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中國大陸現在已經要賣給韓國了。要賣給韓國，這個對於這個黃仁勳來講，他有壓力了。是，因為 H20他當初做很多，可是本來以為說中國大陸會買，結果大陸一片都不買。他後來也承認一片都賣不掉。那賣不掉，那你要往別的地方銷售。而中國大陸現在直接告訴你，因為韓國現在也想發展 AI 的重鎮，也想 AI 的中心嘛啊。那韓國已經在發展。那所以韓國在這方面的投資不會吝嗇的。是。那中國大陸現在開始往韓國的市場來，那你 H20你要不要往韓國地方賣？但是問題就在於，我告訴你，我的昇騰的性能比你好2.多倍，這第一個。但我價格就你1/4，是白菜價，你能不能贏我？你不能贏我的話，那你就進不去。那你當時指控說，中國大陸的產能不夠，可我已經告訴你，我產能夠了，我還可以外銷了。我除了我14億人口的市場我吃下來以外，我還可以外銷。我現在還做一件事情，那也就是說，我要打敗你。我覺得現在英偉達面臨的已經是可能中國大陸要打敗英偉達，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裡面，如果美國政府到目前為止還是執迷不悟的話，整死英偉達的不是華為，也不是中國大陸的這個那個 AI 的晶片廠，是美國政府自己把他自己的英偉達整死。那再來，我們還要看到《華爾街日報》的消息指出呢，中國人工智慧在資安的領域進展呢，也已經是逼近美國企業現在的頂尖水準了。最近啊，一家公司又吸引大家的注意，就是這個智譜 AI， 他們推出的這個開放權重的模型呢，在尋找軟體 bug 漏洞的能力哦，已經是媲美美國這個 AI 的新創公司 Anthropic 它強大的模型效能。所以這場競爭呢，不只是在 AI 公司，包括了中國車廠也想跳進來一起加入這個熱鬧的派對，比亞迪等企業都要開始自行
設計自己的車用 AI 晶片了，從逐步降低外部供應鏈的依賴，還有寒武紀這一些巨頭市值突破兆級的人民幣，他們都在看出資本市場現在還是持續看好中國整個 AI 的內需發展。所以中國 AI 算力這張王牌，當模型、晶片加應用這一整套生態系形成一個完美閉環的時候，你美國科技的主導，你不止没有擋住，反而還激起了中國這些 AI 科技從業者奮發向上，就是要做給你看，我可以比你做得更好的這股底氣。那是不是現在中國體系的 AI 進化，在下半年甚至是未來的這段時間都大有可為？尚志哥，這個你熟悉的。对，其實是這樣子。如果你現在還認為美國卡這個中國大陸 AI 發展，中國做不了晶片，中國沒有光刻機，然後中國沒有光刻膠，如果你還是處在這個狀況，你真的肉到應該是撞牆了啦。現在我們剛剛有關於這個昇騰晶片950 PR 開始賣到韓國這件事情是很驚悚的，它的驚悚程度就像去年很多人在2024年、2025年才赫然發現，全世界7奈米、14、28奈米以上成熟晶片的這一些，我們講半導體晶片，各位70%都是中國大陸做的了，因為中國大陸光刻機做才70%。2025年他們在賣我們不要講先進晶片，台積電最厲害的成熟晶片，已經賣到8300多億人民幣。2025年整個銷售的狀況，人家生產晶片已經又便宜又好，賣到全世界。所以接下來今年是不是 AI 晶片呢？你以為還做不了？所以剛剛講這個華為這個事情是很重要很重要。好，事實上其實不止，我們講 AI 的部分有硬體軟體，大家要有個概念，都知道 ChatGPT 對應的中國大陸的大數據語言大數據模型就是 DeepSeek。剛剛講的部分，所謂這個智譜，它的部分是 GLM 5.2，全世界真的非常關注，因為它現在跟美國另外一個現在就是最頂尖、最厲害的這 Anthropic 的部分的它的這個 Cloud， 他們都是 AI agent。作為 agent， 他們可以處理跨部分，把你軟體帮你定，就非常非常強大。那智譜這個現在 GLM 的 5.2， 最近是全世界關注，為什麼？因為就在前幾天，在加密貨幣市場非常重要的 Coinbase， 他們正式宣布不用美國的 AI 了，他們正式要用智譜的這個 GLM 5.2， 跟這個他的創辦人的學生，他的做的 Kimi， 他要用他們來搭建整個加密貨幣的系統。而且我要注意哦，包括前 Google 的，非常我們都自為是 AI 先知施密特在今年年初的時候還說啊，中國的 AI 距離美國還有1-2年的距離，結果他前幾天改口說大概剩半年。意思就是今年年底，中國所有的 AI 硬體跟軟體都要跟美國完全追上。要知道 AI 不是只有軟體哦，因為中國自己內部 AI 跟機器人的需求，它帶動了中國自己內部的包括感測器，包括很多 AI 的零件。也就是說 AI 這件事情它帶動了中國部分的這些硬體的，包括機器人服務的工業的機器人，包括這些所謂的這種柔軟的這種感測器。所以其實 AI 不是只有軟體，它還帶動很多硬體。這就是為什麼華為的晶片作為 AI 晶片已經生產到不止全中國都夠供應，還可以賣到韓國。韓國是因為他們就是手個短襪哦，這個手個短襪這件事情是全世界現在做不來，尤其輝達又這麼貴的情形之下，所以我們要注意的，現在在中國的 AI 概念當中，不只是華為昇騰有自己的 AI 晶片，包括成熟晶片跟剛剛講先進的晶片都能夠有足量的生產。好，它的晶片又在自己的架構當中，不再用輝達，不再用美國自己的架構，而且開始有強大的這種能力。最重要、最厲害，他们就便宜。他们用的 token 的部分，他们现在有一個做法，就是你買我的部分晶片跟我的系統，而你需要的 token 由我中國這邊便宜的電源產生的 token 一起包給你，你這怎麼拼啊？所以我覺得這個整體的部分，包括產業模式跟個別的技術、軟體、硬體的帶動，是這一波到今年年底之前，我們就看到中國趕上美國的整體 AI 產業的全面性。是哇，謝謝尚志哥這個慷慨激昂的分享，因為他一定是有很多這個產業的消息啊。就知道現在中國的追趕腳步，還有我們來賓經常強調，一旦一個領域被中國打成了白菜價之後呢，整個市場就等着它收割了。AI 會不會是下一個這樣進入這樣的情況？感覺時間已經很近了，因為就連 AI 教父黃仁勳他都親口承認，擋不住中國 AI 的這個時刻啊，真的很快就要到來。那如果中國出品的 AI 能夠衝出我們剛才說的
國內自己14億人口的這個市場內需，我們觀察到外銷到韓國這一步很重要哦。韓國之後呢，下一個會是誰？歐洲嗎？還是跟中國交好的這些南方國家，會不會都會之後提前用中國的這套生態系統卡位？未來就是中美2套系統在全球分食掉所有的 AI 掌控權，這就是一個非常大的戰略跟布局了。那我想問一下黃艦長，你的觀察，覺得未來這個趨勢怎麼看？首先 ，AI 成長大概分3個階段，第一個就是晶片，晶片就是它的速度要快；第二個是模型，學習模型，因為你速度快了以後，它要有大數據啊，跟使用者互動，它慢慢的在成長，它会越來越聰明。那第3個階段就是實際的應用，到了實際的市場。那這3個哪一個重要？當然是最終的市場重要，因為使用者覺得好用，我才會去付費。好比我現在就有用 ChatGPT， 我也用 DeepSeek， 对，我非常熟悉這些東西。那我是長期靠文字寫作的，是我這樣子舉一個例子啊，好比說我有一個幾千字的文章，对，我叫無論是 ChatGPT 或是 DeepSeek， 我說請你去抓錯字，改漏字，或者改一些那些不好的用詞。我輸入之後，這麼幾千字，大概就是1秒2秒，啪，全部露出來。好，這是速度。那接着你就要去問了。我如果等4秒会差很多嗎？不重要，4秒不重要，重點是它的邏輯是不是好的，改的是不是很好，是不是改得非常棒，這是使用者在意的。只有極其少數的很大型的機構做很複雜的問題，他會非常在乎時間，否則他的時間再怎麼樣都比我們要快很多。我現在特別講靠文字吃飯的人哦，如果你現在不會用這個，你一定被淘汰。這是我現在說的。那接着你就要看所謂的算力。這是速度，這是中國目前輸的，因為晶片這一方面似乎還沒有趕不上美國，對不對？对。但是所謂的邏輯啊，它那個算法成長的這個過程，中國是贏的。為什麼？算法基本上是數學頭腦，我就是軟體工程的人。我們在國外，我們很清楚我們的數理是遙遙領先全球的所有學者。我們坐在那裡面，我英文都講不好的，理工大概只有我能發問。這是我們。因為中國人的數理就是比較好。美中科技戰，趕快要來看到的是，美國是搞錯戰場了嗎？在這個時候急補漏洞封晶片哦，做白工嗎？另外一方面，華為在此刻則是推出這個韜定律出世之後，他說要直衝1.4奈米。另外，中美日現在都希望能夠做這個光刻機哦，三路圍攻艾斯摩爾，神話會不會崩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好，沒有想到呢，我們看到美國商務部哦，這時候針對於科技戰又再次的升級，做半導體相關的管制。最新他祭出的是美國發布的緊急指導意見，堵住包括讓輝達還有 Blackwell， 甚至是這一些最先進的 AMD 的 AI 晶片可以流向中國境外的中資企業的路，全部都給它圍堵住了。但是現在來看說，美國你繼續禁止，真的中國大陸會害怕嗎？原因是因為現在大陸早就已經發展出自己的一整套系統了。華為推出的這個韜定律是挑戰了稱霸許久半導體業界的摩爾定律。韜定律大家知道是轉向於這種訊號的延遲跟邏輯的折疊，時間維度全面做優化哦。那麼另外一方面也喊出了2031年挑戰1.4奈米，要完全繞開由艾斯摩爾所主導的 EUV 設備，也不需要用到它的光刻機了。中國現在是完全的走向半導體的獨立自主化，包括我們今天要看到的是從制造、設計、制造到封裝，全部都自主化。我們先來看到在制造方面，這個是中芯國際全力要發展的7奈米製程的產能。設計的方面，則是我們看到華大、九天在 EDA 的軟體上面也做一個大廠的支持。再來是設計、製造跟這個封裝的方面，然後再來我們看到封裝的方面，在於這個光刻機的部分，現在也有更大的一個加強設備了，包括在刻蝕還有它的薄膜沉積等環節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等於說現在大陸建立起自己的國產的系統全面成型。那委員怎麼看？对啊，其實中國大陸從今年的4月29日吧，當我們看到那個 DeepSeek V4版本正式對外發布的時候，其實中國大陸基本上就根本不需要西方的晶片了。當時我在這個節目說過，V4版本當時發布之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它宣告
它打造了一個這個生態鏈哦，它打造了一個底層架構。那麼這個底層架構可以跟CUDA來相拼哦。那麼這個底層架構呢，它不是只針對一家這個國產晶片哦，它可以接到8家的國產晶片都適用哦。那麼當 DeepSeek V4 版本公布了這樣的一個訊息之後，這代表什麼呢？這代表有了這個底層架構之後呢，就可以發展屬於中國大陸自己國內的生態鏈，而且不僅僅是針對一家國產的這個晶片哦，它針對8家都是適用的哦。那麼我們接下來講，看到華為最近丟出來的這個重磅訊息叫做濤定律哦。我先要講一下，就是摩爾定律是什麼？就是我們在半導體產業過去發展的60年呢的時間，都是依循所謂的摩爾定律。摩爾定律是在1965年，當時 Intel 的共同創辦人叫做 Gordon Moore，他當時拋出來的一個概念。這個概念是什麼呢？他說未來哦，所謂的這個基體電路哦，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 IC， 所謂的基體電路呢，在18到24個月。我們現在是講2年了，就每2年它的尺寸就會縮小一半。那尺寸縮小一半，代表的是什麼呢？代表的是你可以放進更多的這個相關的這些電晶體啊。那麼當電晶體放得越密集，那麼效能就會提高。因為所謂的這個電晶體在傳遞的過程當中，它是有距離的，所以當距離越近的時候，它的效能就會越高。那麼過去我們在60年的時間所發展的這個半導體的路線都是循這個路線的，但是摩爾定律走到今天，已經面臨了很嚴重的物理極限跟所謂的成本極限了。什麼叫物理極限呢？在地球上大家都學過化學哦，就是說最小的物質是什麼？是原子。哦，你說啊，當然原子還可以拆成原子核跟電子，但是那已經不存在了这個物質了。最小的物質的尺寸是原子哦。可是我們現在走到了這個2奈米、1奈米的時候，其實有很多晶體的尺寸已經幾乎要突破原子的尺寸了，這已經到了所謂的物理極限了，你不可能再小了。然後第二，你在發展的过程当中，你要投入很高的成本。各位知道，光是2奈米的設計成本就超過10億美元。那你還不包含在生產的時候良率能不能達標，這些都是問題。所以我要講直白的是，摩爾定律已經走到了一個臨界點了，就是大家看到這個曲線已經趨近於平了哦，就不太可能像過去這樣不斷的2年就翻倍一次，2年就往上提升。所以在這個時候，中國大陸提出的濤定律其實是有不同的意義的。第一，它可以取代了摩爾定律。就當你現在在這個所謂的我們叫做幾何縮微啊，你要把這個基體電路縮到最小的時候，你已經面臨到一定的物理限制跟成本限制的時候，那你為什麼不做時間縮微呢？這是濤定律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說什麼呢？我之所以要把這個基體電路變小的原因是我要增加效能，我要加快速度。那我可以用別的方法加快速度啊，我怎麼做？我用所謂的3D 堆疊啊，我把所有的這個我要的晶片把它堆疊在一起。我原本是平面的，我現在變成立體的了，所以我所有的訊息傳遞都用垂直傳遞了。那我一樣可以縮短了傳遞的距離啊。那所謂的3D 堆疊這個概念，其實不是現在才來的。各位如果有注意，當時昇騰這個華為的昇騰系列，當時他在推出910CD 的時候，他就已經試圖用3D 堆疊的方式去提升它的效能的。所以呢，這一次華為推出的這個濤定律，我認為對整個半導體產業來說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哦。就當摩爾定律走到了極限的時候，可能就可以用濤定律來取代了。就我們接下來用垂直的方式來取代過去平面的設計啊。那麼而這樣的一個濤定律呢，某種程度呢，也可以讓中國大陸擺脫它現在所面臨到的所有的技術跟這個設備的封鎖。因為我剛才提到了，過去60年所有的半導體產業都是走摩爾定律的，所以現在所有的技術、所有的專利、所有的這個設備都是以摩爾定律為基礎的。可是如果今天你一旦走了濤定律，它已經不在乎 EUV 了，它在乎的是3D 堆疊，它在乎的是這個它的散熱。因為當這些晶片都堆疊在一起的時候，它的這個功耗會很大。那麼如何讓這個能量热能散熱的這個效果變得更高？其實中國大陸在這一次華為之所以能夠提出濤定律，它已經有解決的方法了。所以在這一點上啊，我認為中國大陸走出了另外一條半導體的發展的這個軌跡哦。它不但可以突破封鎖，它可能可以再創高峰了。好，這是大陸哦，這個濤定律走出了自己完全的一套自己在半導體自主的一個系統。那它是預估2031年挑戰1.4奈米這樣子的一個效能。那在此刻，美國商務部還要持續的對大陸做封鎖，到底有沒有用？那艦長又怎麼看？如果
美國商務部的緊急指導的這個意見有用的話，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個最大受害者啊，這就是雷蒙多啊。當初呢，他也就是对於華為各種打壓，結果華為出了這個 Mate 60 Pro 的時候，第一個就直接在他的記者會當中，直接幫他拍了一張照片，而且那張照片呢，直接右下角就告訴他了，這是華為最新的一個手機，然後他就變成最佳代言人了，所以一點用都沒有。反而变成了代言人。至於剛剛那個大千委員告訴我們這個有關於濤定律，有關於這個垂直堆疊，那我們看這個圖就更為清楚。以前我們講到的摩爾定律都是把這一個晶片越做越小，那可是越做越小的話，實際上來講物理極限就到了。那物理極限就會在這個1.4奈米以下的時候直接面對。那直接面對的時候，也就是我們現在靠的這一個良率，靠的這一個艾斯摩爾不斷的創新，也就沒有用了。為什麼？因為除非你出現一個愛因斯坦，你現在直接的利用量子來解決這個問題。那問題是目前沒有嘛？目前沒有，但是華為就直接的在現有的基礎上面直接開始進行堆疊。那進行堆疊的部分呢，其實它也是在做小。那但是呢，它的這一個每一個堆疊之間呢，直接的拉線，直接就可以拉線構連。那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來看到華為以及台積電未來的競爭，所以台積電不要認為說華為不是對手，實際上來講，華為把台積電當成了對手。也就是我們看到，當這一個晶片越做越小的時候，你碰到了這個物理極限。但是对於華為來講，它現在做的也就是它要把這一個晶片越疊越高。那只要它能有效的解決這中間的散熱問題，解決這中間的拉線以及設計的問題的話，那其實即使它現在只有7奈米，或者是進步到了5奈米的話，它的狀態可能比我們剛剛講到的台積電的1.4奈米的狀況還要來得好。所以這個就是後發先至的一種可能性。好，剛剛我們看到的是這個美中科技戰下，這個美中各自在自己的賽道上面的成績跟努力。那其實呢，很重要的就是說，在制作晶片的時候，非常重要的是光刻機。長期以來其實也都是由艾斯摩爾在高階製程上面完全的壟斷。那現在呢，其實包括了美國跟日本跟中國大陸都希望能夠有自己的光刻机。所以我們來看到這個是最新進度。美國方面，我們先來看，他宣稱呢突破了這個叫做 X 射線的微影技術，成本呢5000萬美元，是遠低於艾斯摩爾它的 EUV 的5億美元。他還放話要挑戰台積電跟三星的代工。再來是日本，它是尼康，它重返戰局，主攻 DUV。那麼現在根據了解，艾斯摩爾它的這個浸潤式機台要8250萬美元，所以日本說它的優勢是在價格上面。最後是大陸了，路透社的爆料說，深圳有一座是高度戒備的實驗室，已經開發出了 EUV 的原型機台。那麼還包括了艾斯摩爾的前工程師有在參與，2030年前要實現晶片量產，代表艾斯摩爾的霸權有可能鬆動嗎？楊老師怎麼看？應該是遲早的事情，不過眼前並不是那麼容易的挑戰。他現在主導整個光刻機的霸主地位，因為他的這個訂單現在還是排得很滿。對。而且它的最新的叫做 High NA EUV， 定價多少錢？4億美元，太貴了，連台積電都說我到2029再來考慮。可是海力士在搶着買。但即使如此，以它的就是整個從 DUV 到 EUV 的製造的這個量能呢、產能，它其實到2028年才可能真的去做它現在這個4億美元的最新款的 EUV。那因此，它所需要的零件大概超過10萬個，有5000個供應商啊，所以這個跟台積電整個在晶圓晶片製造過程當中也是一樣，它的製程以及它的整個生態系使它維持在這個霸主地位很難這個震撼。可是呢，你剛剛提到的像是美國那個 substrate， 對，不過目前基本上它還是實驗室是做出來了，可是呢，
進一步的要把它做量化量產了，我覺得很大的困難。它的價格大概是只是就是 EUV 的 ASML 的1/10，大概5000萬美元。那至於我看到北大、浙江大學都有提出新的這些訴求的架構，有的根本就直接跳過光刻機。可是事實上，以我對涛定律理解，它有2個跨越。第一個，它跨越摩爾定律；第二個，它跨越美國在科技戰當中的那種地緣科技對中國大陸的限制。可是，即使是華為已經這個成功的推出381款。中美晶片戰正式的失控嗎？華為喊出的要制作出的1.4奈米，並且使用的是涛定律來挑戰過去幾十年稱霸的摩爾極限摩爾定律。那麼另外一方面，我們來看到艾斯摩爾則是罕見的槓上了華府，輝達也被捲入在這場中美科技戰的政治供應鏈拉扯。美國一方面要蓋1000億級的晶圓計劃，面對中國大陸全面開火。先來介紹今天的在場來賓，首先歡迎前資深外交官介文汲介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淡江大學財經系教授聶建中老師。思敏，各位觀眾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幹哥。思敏好，大家晚安。好，觀眾朋友記得幫我們的影片節目開始先按下讚，在留言區特別幫我們寫下了熱推2個字。如果希望跟我互動，歡迎觀眾朋友寫下熱推我在哪一個城市打卡收看。另外呢，如果看到熱推鍵，記得按下熱推這2個字了。今天節目我們要特別關心到的是剛剛特別提到的中美科技戰。首先先看到今天的火線話題，一共是3個，我們等一下會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析。華為喊出的，接下來不用再靠西方國家的 EUV 了，也能夠衝刺在1奈米。1.4奈米，並且拋出了涛定律，這個是什麼？等一下會請專家來特別幫我們做解讀。這個定律可以挑戰摩爾定律，這是一個技術上的大突破，也會準備改寫全球半導體遊戲的規則嗎？第二件事情是回顧一下，華為在過去6年一共是量產了381款的晶片。黃仁勳自己坦言了，大陸的 AI 市場已經逐漸的。在美國方面，對大陸市場逐漸失守了。艾斯摩爾也罕見的因為了這個美國對中的限制而槓上了華府，反對出口管制。全球晶片的供應鏈現在已經升級為一個政治問題嗎？在中國大陸快速的衝刺之下，艾斯摩爾、輝達霸權還能夠穩得住嗎？這是第2個問題。最後，今天也會來關心到的是美國請全國之力要來拼半導體產業嗎？一方面推的這個法案要圍堵大陸的晶片，要求盟友一起圍堵中國。到馬斯克他宣布要蓋這個超級晶圓廠帝國，這一場科技之戰背後搶奪的是 AI 霸權，也或是美元或人民幣霸權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都會一起來做關心。趕快要來關心到的是大陸的科技戰，這一回真的會改寫規則的一個新的突破新階段了。最新消息，華為正式的拋出了全新的半導體理論涛定律，透過邏輯折疊的技術是可以不依賴 EUV 極紫外光機的曝光機的。最快他說2031年就可以做到量產1.4奈米的晶片了。一旦成真，等於是公然挑戰了過去數十年來稱霸的摩爾定律。我們趕快來看到華為過去的成績，這6年來量產了包括了381款的晶片，今年秋天還會再推出它的新一代麒麟手機晶片，號稱透過這一種邏輯折疊的技術，可以搭配晶片大幅提升 AI 的運算以及它的能源效率。所以節目一開始，我們要趕快請聶老師來帶我們關心到的華為拋出的這個涛定律，而且不用到 EUV 就可以把晶片持續推進到1.4奈米。這是什麼樣的一個神奇的技術？真的可能做到嗎？摩爾定律現在被說已經逼近到了物理的極限，難道未來是在靠先進製程，還是另外一場全新的架構革命？那聶老師怎麼看？好，其實我這裡要科普一下，還好我有一些工學院的背景，而且我一直在教數量方法。有一個字，希臘字非常之重要，我相信我不科普，很多人還搞不清楚什麼叫做涛。我不知道2位知不知道，因為我是工學背景的，知道嗎？知道嗎？你們可能都不知道。涛就是這個字，涛是什麼東西？希臘字就是 T 的希臘字，T 是什麼？就是時間 time。好，這樣你就知道了。所以我跟大家報告一下，非常清楚，涛定律就是維持它另外一種可以超前的这個速度，也就是這個效能更超前，它是用時間的壓縮，而不是過去用
把一個同樣的一個單位中，比如晶片或叫記憶電路，把以前的電晶體啊，把它壓縮，一直壓縮，一直壓小。那小到你根本看不到。什麼叫奈米技術？越小，同一個單位裡面放越多的這個電晶體在裡面，它走越多的電路，你可以在越小的地方做到越超強的能量，不是這樣嗎？就做小，大家知道哈。那小到很小的時候，你就必須靠一個東西。我一講，你顯微鏡是不是可以才能看到很小的東西？你就必須靠那個所謂的極光機啊、EUV 啊，這個所有的這個艾斯摩爾荷蘭就專門做這一塊，讓你很小的東西可以光照進去呢，真的照那個藍圖，你才可以把電路照過去。那小到不行，再小再壓縮，你就會發現就會超過我們後來在前幾年講的叫摩爾定律達到了極限。那我先回顧一下，我們基本的科普一下，什麼叫摩爾定律？摩爾定律呢，是當時不可一世的一家非常厲害的記憶電路公司，叫 Intel。在我那個美國讀書的年代，所有的電腦，我們不管當時的 Clone 啊，從那個 PC， 我們從286、386到486，當時記憶體只有256K 到1 MB、2 MB。我在美國開過電腦公司啊，先報告一下。也就在那個年代，我們所看到CPU加上去就叫 INT 了5個字 Intel。不可一世的当 CEO 叫做 Gordon Moore。他就覺得他們太厲害了，我跟你是，他認為我們可以在18個月到24個月，也就是2年之內，讓我們所有的一樣的東西，我們越來越壓縮，技術越來越好，讓你越來越小，越來越好。你看到一樣的東西，我可以做到越高效了，越高效，越來越厲害。每2年加速2倍的含量在裡面，越來越什麼東西小。那但是大家要知道，其實啊，這個我們講的我們的對岸華為，因為受到了晶片制裁，剛剛講到6年。不是麒麟的麒麟這個晶片不是供给華為手機，好像越做越棒，好像怎麼也不太輸，有沒有？當然，它還沒有辦法做到先進奈米製程。雖然我們的中國大陸它的成熟奈米製程在全球 way alone 已經真的掌控了全世界任何我們不管民用的大部分的這個所謂的這個我們的使用的 gadget 的商品。可是你知道比較高科技、很先進的這些奈米製程啊，甚至3奈米以下的，我們講台積電基本上全球一枝獨秀嘛，就是三星還有 Intel 早就大概在這個方面退場了啦，它只能銜接這個台積電過去來把它的基礎建設再加持。我現在重點就在那當對岸被大家知道，川普1.0裡面還沒有打那麼兇，在2019、20的時候，那個拜登時候就開始對華為做產生的禁令。那大家要知道，當時在2018年是先對知道華為很厲害，先把孟晚舟抓起來，把他這個弄了30天，有沒有？我要講的這件事情是告訴大家說，美國看到華為的成長，他不讓他成長，因此對他做了非常多的壓縮。這之後呢，在華為讓他無洞可鑽的這種制裁之下，3次的清單，到了2020，那我們的對岸真的受不了，他只好用他過去曾經提過一個定律，這個定律其實他們很早就提出來了。那這個有一個人，我們必須講一下，叫做1996年入到華為進去的一個女人，叫做何庭波啦。這個人呢，跟大家講一下，她是一個董事。你不要小看這個人，他是雙碩士啊，他也沒拿到像我這樣拿博士。重點博士不重要，他是一個物理和通信的雙學位。重要是他是湖南人啊，抱歉啊，因為我也是湖南人。重要是湖南人很能做事，很有 guts， 做事就專注，就跟最近有一個機車叫張雪一樣。都是湖南人，湖南出才子啊！就毛澤東不也湖南人？好，重點來了，也就是我們这種湖南的精神打拼。他當時做他的業務部門，就辦到業務部門 CEO 也做到最強最厲害，所以他被稱為叫華為晶片之王、晶片女神，或者叫做技術女神哦。這樣一個女孩子，你知道被他們重用。好，這時候他就不斷的推陳出新，他因此做出了一個用過去的濤的定律來說，我們用加速的方式，不需要縮小。好，那他就用行動說，在一個城市中就這麼大，你的地崎嶇不平，我們就盡量蓋道路，盡量蓋道路，越蓋越多，越塞越多，越塞越多。好，這個我們基地電越來越多。可重點，他用另外一招，他說我們用折疊邏輯折疊方式 ，logic， 你知道嗎？那種折疊的方式，要 fold 它 ，fold 什麼意思呢？就是疊加，疊加之後它可以超強。各位想想，我國中就畫了一個，我們講畫公路，畫高速公路，我就畫了天上的公路。你知道，你一旦超過了地上你還要繞路，還要碰到崎嶇地形。它是用高架模式，並直接到對岸。我要強調就是，它是用超速的方式去做，也就是不是把這個容量一直壓小，而是把時間加速，把時間變短啊，不是小而短的方式。這個東西叫 time 就是濤，希臘，所以叫濤定律。有人當時把它定成叫何庭波嘛，何氏定律 Hurst law，no， 它叫濤 law。好 ，anyway， 這是現在華為要做的。那因此呢，這時候它只做速度的加快啊，就是縮短。
而不是縮小，你覺得還需要 EUV 嗎？對。所以荷蘭會擔心啊。那當然，他現在要做1奈米，不是說它可以做到這麼小到1.4奈米，那是一個大小的概念。他說它的效能可以達到1.4奈米這樣的一個邏輯折疊，讓它可以做到。即便先進製程，就我們講1.4奈米好，2奈米，甚至將來到1奈米好，所做的東西，華為用這種邏輯折疊方式，一樣套定律可以做得到。好，所以我們看到華為最新宣布的這個新突破套定律，這個消息一出來，真的是坐實了現在艾斯摩爾跟輝達可以說他們的噩夢，因為他們先前就已經預言說中國大陸很可能會超車，現在等於是坐實這個噩夢即將要成真了嗎？我們來看到，所以呢，這2家公司企業的大佬趕快站出來喊話。首先是艾斯摩爾的執行長福克罕見發了一個重話，他說持續對大陸市場的出口限制只會加速中國的自主研發，而且他也用沙漠求生來比喻中國大陸現在在自主研發的這一條路上面，他說他可以在逆境中自給自足哦。对於艾斯摩爾來說，他說現在此刻就是存亡的問題了，並且他也從這當中看到了具體的數字，中國大陸艾斯摩爾在中國大陸的營收佔比會從去年的33%，在今年會暴跌到20%，所以荷蘭政府已經正式的向華府表達了不滿。而美國到底是祭出了什麼政策？事實上就是在4月份祭出的這個 Match 的法案，要求不管是盟友日本啊、荷蘭都會限制賣這一些高階的，不管是先進設備、晶片等等 EUV 啊、DUV 給中國大陸。那另外一方面，一方面我們看到艾斯摩爾是抱怨美國所做的事情，但另外一方面，現在得知的一個消息是，艾斯摩爾執行長私下證實他有跟馬斯克會談，因為馬斯克呢最新他說他計劃蓋一個高達1190億美元的 Terafab 超級晶圓廠的計劃，地點選在德州，接下來會打造的是整合邏輯晶片、記憶體、先進封裝這一種超大型的晶圓帝國，被視為說，難道現在美國也要複製中國大陸的模式嗎？透過這種國家的力量，再加上科技巨擘的這種力量，一起來扶植當地的半導體產業嗎？那另外一方面，我們剛剛說了噩夢成真的，還有輝達執行長黃仁勳了，他再次的點說，在美國的出口管制之下，輝達已經把中國的 AI 晶片市場大致上都拱手讓給華為了，聽起來有點認輸的感覺哦。那麼他還強調說，華為在今年會非常的強，尤其是在接下來的1年，他說他會再創佳績，而且本土晶片生態鏈也發展得非常好。接下來華為可以完全不靠 EUV 發展出它走出它的新的一條路嗎？對於艾斯摩爾跟輝達來說，又會有多大的一個威脅？那這是一個全新的產業革命嗎？謝大使怎麼看？對，這個就是一個全新的產業革命，所以艾斯摩爾很緊張。我想全世界這些有關晶片的主要的大廠啊，還有就是說晶片設備的製造廠，我想現在都在還要想搞清楚到底什麼叫什麼套定律啊，這個要不然就是趕快學，要不然就是搞清楚對它這個產業造成衝擊有多大，剛剛摸清楚。我想這應該包括我們台灣的這個我們所謂代工產業啊，我想衝擊一樣大，一樣大，因為這個就很簡單嘛，就變成就是說這個科技的一進步啊，會把一整代的東西全部淘汰掉。鐵路出來的時候，中國的大運河就沒什麼用了，全世界大運河都沒用了，不靠運河漕運了。你要說在中國在清末的時候，清朝以前全部都是漕運，北方、南方，然後呢，重要運輸都是靠船啊，漕運啊，所以有這個青幫，這個所有的都要有規則的啊。那鐵路一出來以後，中國所有的運河都淤塞了，就是這麼現實啊。那你更不要講說，我們小時候可能現在年輕人都不知道，我們以前哇，Sony ，Sony 這個啊，多讓人向往啊。現在你看它不行啊，它就主要它沒有跟上這個科技發展的腳步，它的產品沒有跟上來。那更不要講日本當時做那些什麼做那些什麼 Walkphone 啊那些啊 National 啊，現在沒有了。那現在唱片大家是玩家在玩了。以前我們聽音樂都是唱片，唱片錄音帶一出來，唱片就沒了，唱片也通通關門。然後呢，CD 一出來以後，那個錄音帶也沒了。現在 CD 你也買不到了。對，
為什麼買不到？現在大家都用手機直接把音樂都 download 下來，或者我在手機上就加入这個音樂網站就可以啊。車上也可以聽，走到哪都可以聽，要聽什麼都可以聽。對，所以就變成就是說，這個科技隔代好換代好是最可怕的。你要知道你是會被淘汰掉，因為這個所謂時間縮微嘛，他剛剛那個聶教授也講得非常清楚，時間縮微，過去是什麼？是物理縮微，把你這個物質把它縮嘛。那現在他是用另外一個概念來做，就完全另闢蹊徑嘛。同樣產生的效果，他說我2031年我做出來的晶片就是達到1.4奈米的效能，對不对？那怎麼做的話，可能我的整個內部設計啊，各方面都不一樣了。是，對，所以他說，所以最近就變成就是說，當時華為在被這個封殺的時候啊，他花了大概4年的時間嘛，1500多天嘛，我記得他們講1500多個日子裡面，他們突圍了，也就是那個他當時的那個晶片，手機的晶片突圍。那當時手機一出來就是 Mate 60P 嘛，我記得 Mate 60，一出來的時候，哇，各國都把他那個手機趕快買去，把他那裡面的核心處理器拿出来拆，一拆出來發覺，果然是中國大陸做的，不是外面什麼我們台積電幫他做，沒有了。然後呢，中國大陸設計的，純指7奈米，那他們就很奇怪，怎麼做得出7奈米？那他現在已經講了，他們已經用這個所謂的這個定律這個時間的這個定律來怎麼樣？已經設計了300多個晶片了，然後2031年就要做出1.4奈米等量的這樣子的晶片了。你說這些公司哪個不緊張啊？對。如果我們台灣有公司不緊張的話，我不相信。我不相信，這個實在是一個大地震。對，好，所以我們看到這一場全新的科技革命，剛剛講了嘛，這個包括了各個科技產業大佬都非常緊張，不管是輝達，不管是艾斯摩爾。那同一時間呢，艾斯摩爾現在是另闢一個新的商機的一個新管道嗎？因為我們剛剛特別提到了嘛，執行長特別跟馬斯克聯繫上了，因為馬斯克說要在美國的德州這邊蓋一座超級晶圓廠，而且是砸1000億美元的。現在被解讀是不是美國也要複製大陸的模式，做到請國家之力來扶植半導體產業？那這背後爭奪的是 AI 科技的主權，幹哥又怎麼看？但是我是覺得馬斯克他如果要造一個超級工廠，那個依照艾斯摩爾那個執行長傅凱他所講的就這個根本就是一個 crazy plan， 非常瘋狂的計劃。因為他說第一步投資下去就是我們台灣投資美國的那個價錢，就200億美金先丟了，但到最後這個廠在德州這個廠規模會大到1200億美金，那是多大的廠啊？其實我今天坦白講一句，1200億美金，馬斯克他要怎麼個融資法呢，才能夠融資到那麼多？政府不幫忙，我看很難的。所以剛才思明講的沒有錯，也就是說要扶植自己的產業。而馬斯克在跟傅凱兩個人見面的時候，傅凱說他很認真哎，本公司艾斯摩爾是全球唯一能夠做深紫外光刻機的。我是每天都要等着那個什麼SK 海力士或者是英特爾抱着現金來找我，為什麼？只有本公司做得出來，只有艾斯摩爾做得出來。可是你不讓我艾斯摩爾賣深紫外光刻機給大陸，給中國。對，你知道我們少了多少營收嗎？其實我今天坦白講一句，他講的不是我講的，他坦白講一句，他說雖然艾斯摩爾很賺錢，但是在銀根上面，老實講一句，每一家像這樣子的半導體像這樣子的公司他們都是在跟時間在賽跑的，真的一定是這樣子。輝達也一樣。所以我一旦失去了這個市場會怎麼樣？大家就曉得了嘛。然後馬斯克跟他談的時候，馬斯克非常緊張，非常認真跟他談這個事情。他說：“總裁，我跟你講我馬斯克我一定要，為什麼你知道？因為我的特斯拉跟以後我的星鏈的整個系統，沒有你們艾斯摩爾的東西，我們是做不出來的。是，而且我非常非常的重視我們未來，就說我們這個電動車以及星鏈計劃
再過10年，能不能夠仍然引導着世界的潮流？這個是馬斯克他最關心的。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他說：“我跟你講，這個封裝廠啊，是從生產到測試到封裝一體成型。我們現在聽起來就好像跟着像華為一樣的嘛。美國人從來不幹這種事情的，現在幹了，你就知道說他們的危機意識有多高。所以你就在想，輝達的執行長黃仁勳他所講的最後那一句話，基本上我們現在已經完全把 AI 晶片的市場還給華為，我們還給華為，我們不要了。以前我有1/5的利潤是從這邊來的，我們現在通通還給他。為什麼？因為你讓我們失去了這個市場，就像艾斯摩爾也是一樣，他現在也失去了，也是一樣失去這個市场啊。但是當然那個1.4奈米是不是真的在2031年能夠成功啊？現在看起來還有好幾年。但最後如果真的成功了的話，那要倒霉的是誰？川普已經做完他的總統了，是美國的產業要倒霉，這就是事實。